贵妃一把年纪终于怀上孩子，身为父亲的皇上乐开了花，但太后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这个万贞生长的女子，要除掉她就难了。生下第一要紧，除来生下子女，再做打算也不迟。虽说太后不喜欢贵妃，但再怎么样，她怀的也是皇家血脉，便决定等她生下皇子后再对付她。而与此同时，前太后得知贵妃有孕，立马挑选了侄女入宫，只待寿辰之日进献给皇上。她就是前太后还插入宫的少淑女。是啊。看着她的条件，很有可能得到皇上的宠幸。那还用说，前太后自有她独到的眼光。很快寿辰便到了，各大臣和皇上来为前太后庆生，可贵妃却还不知她心思，竟还傻乎乎送来贺礼。太后万福，因贵妃娘娘害喜，我便前来饮宴，装奴婢送来贺礼，祝太后天福天寿。前太后为了扶持自己人，却背叛了贵妃，将侄女献到皇上跟前，而青姿那美丽的舞姿一下子就吸引到了皇上的目光。不料万贵妃得知这件事后，她假借腹中胎儿有意让人去请皇上，而皇上一听是万贞儿的事，抛下满座的人就离开了。爱妃啊，你觉得怎么样？刚才臣妾躺着，突然觉得腹中不停的跳动，打扰了皇上饮宴的雅兴，对不起。怎样的设宴，也不如与爱妃一起感受皇儿在你宫上的乐趣。虽说第一次失败了，但前太后却没有放弃，每天督促少青姿练舞，静待时机再将她献上。转眼间，万贞儿便到了临盆之际。此时的皇上焦急地等待在宫门外，他听见万贞儿在里面痛苦的叫声，心中很是担心。终于，一声婴儿的哭声传了出来，产下的是皇子，恭喜娘娘。另一边，前太后听说自从万贞儿产子后，皇上一直都独居在宫中，连皇后都没有宠幸。她觉得这是个劝说皇上册立嫔妃的好时机，于是她将皇上劝到自己宫中饮酒作乐，并故意安排青姿在她面前献舞。而皇上上次就对青姿青睐有加，这次看见她后便想起来了。就在两人说话喝酒的时候，突然二喜进来报告小皇子去世了。皇上一下子打翻酒杯，推开青姿，转身离开。前太后的计划再一次落空。随后皇上来到万贞儿寝宫，他看着万贞儿这副模样，不停地安慰，并让人将小皇子抱了下去。不料万贞儿因悲伤过度晕了过去，贵妃自此忧心伤身，直至小半年后才缓了过来。可周太后却十分生气，认为若不是她作孽太多，自己也不会失去孙子。贵妃一直是深得地宠，福气过人啊。可惜啊，外家孙儿我出生不到1个月，撒手成祸了。看来贵妃今后要多积德行善啊。面对太后的冷言冷语，贵妃早已习以为常。可刚失去了孩子，再加上虎视眈眈的美人，实在是让她心力交瘁。不久后，前太后为了能够让皇上奉青姿为妃，她特意邀请皇上来自己宫中参加酒宴，而青姿自然而然地为皇上献上绝美舞蹈。不料因上次受到惊吓的病还没有好全，竟然在跳的过程中体力不支晕了过去。然而看见晕过去的青姿，皇上丝毫没有怜惜之情，反而觉得很是扫兴，转身离开了。前太后气得当场摔碎了茶杯，原本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没想到被他一下子破坏了。事后青姿醒来后，她得知自己在皇上面前晕倒，本想着一死了之，我该吃什么药？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春华见状，赶忙劝说他，就算不顾及自己，也要想想年迈的父母。韩香也赶忙附和蝼蚁还尚且偷生，让他不要胡思乱想。此时的青姿这才醒悟过来，就算他不为自己，也要为爹娘考虑。最终在春华和韩香的劝说下，青姿才喝了药。隔天，潘虹得知青姿在皇上面前晕倒的事，他进宫将青姿大骂了一顿，并警告他从今日起，只要青姿一日得不到皇上的宠幸，他就会削减青姿爹娘的阅读费用1半。义父，女儿已经尽力了，你怎么责备我都行，千万别为难我爹娘，他们可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是为难他们，我只是在鞭策你。我要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你进皇宫的目的就是要让皇上宠幸你。皇宫内可以养你这个闲人，皇宫外的我绝不能做这种赔本的事情，你给我想清楚了。自此以后，青姿再也没有得到皇的召见。就在青姿为此事发愁时，丫鬟七巧找到了她，并承诺帮她成为皇上最宠爱的嫔妃。隔天，七巧为了帮助青姿成为嫔妃，再次去求二喜帮忙打听皇上的去处，并说出这次自己不会出现在皇上面前了。二喜这才将皇上晚上回去湖畔看夜香花的消息告诉了他。于是七巧急忙安排青姿穿着艳丽，在适当的时机出现在皇上面前。而皇上到了湖畔，看见一美女跳舞，瞬间看呆了。就在他准备上前时，青姿转身准备离去。皇上见状，赶忙出声挽留。亲自给皇上请安，不知皇上在此，惊扰皇上，请皇上降罪。皇上哪舍得降罪，心疼还来不及呢。看着青姿那姣好的面容，皇上让她再为自己舞一曲。青姿计谋得逞，心里暗自窃喜，更加卖力的在皇上面前表现了。只见她捧起花瓣往上一撒，
花瓣翩然落下，氛围感瞬间拉满。紧接着，青姿又拿起一片花瓣抚过自己的唇，然后在皇上面前一晃而过。这精心设计的动作加上妩媚的眼神，撩得皇上心神荡漾，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悸动。当晚就宠幸了青姿。一夜过后，青姿从无人问津的少淑女一跃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少贤妃，地位仅次于万贵妃。宫中上上下下都转变了态度，就连前太后也对青姿笑脸相迎。青姿虽然也笑着，但话语间尽是冷漠疏离。前太后是活了半辈子的人精了，岂会看不出青姿的埋怨？这也不能怪他在宫里吃了那么多的苦，但愿他能够不计前嫌，以后可以照顾我前潘两家。而此时已经上了年纪的万贵妃还在寺庙求子，直到太监慌忙来报，她才知道多情的皇上竟然趁她不在又纳了一位贤妃，她哪里还有闲心求子，赶紧坐马车匆匆往回赶了。而对此毫不知情的少贤妃还和皇上玩起了新花样，美人美酒在旁，皇上早已将万贵妃抛之脑后。就在两人浓情蜜意时，万贵妃突然闯了进来，皇上立马推开青姿，哪还有半分怜惜之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么高兴的事，皇上为什么不等臣妾回宫一同欢聚呀？皇上想要解释，却不知从何说起。万贵妃懒得听他的狡辩，事已至此，他还有什么好说的？转身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皇上也紧随其后撇下了青姿。第二天，这件事传遍了宫中，所有人都在看青姿的笑话，觉得她恐怕在囊获圣宠了。不料几天后，在太后的周旋下，皇上又重新宠幸了青姿，青姿又容光焕发了。没过多久，青姿便怀有身孕。由于害怕狠毒的万贵妃会对她动手，她便先找到了太后，请求太后的庇护。谁想太后请了3个御医来给青姿把脉，他们都说青姿没有怀孕，只是宝石腹胀而已。不可能，本宫最近都吃不下咽不下，怎么可能宝石胀滞呢？他不知那3位太医已经被万贵妃收买了，故意在太后面前将怀孕说成腹胀的。太后果然失望至极，没有再理会青姿，让她回去好生休养身体。青姿明白她怀孕一事恐怕已经泄露了，只是万万没想到，告密的人竟是她最信任的七巧。幸好你及时向本宫禀报，让本宫可以赶在太后之前带。万贵妃承诺，只要七巧能除掉青姿腹中的孩子，日后定少不了她的好处。有了万贵妃撑腰，七巧不在青姿面前装模作样了，竟敢让宫女太监压着青姿，强行给她灌下了打胎药。直到此刻，青姿才看清了七巧的真面目。本宫竟然错信了你，世事本就没有全对或全错，没有七巧的苦心经营，你能当得了嫔妃吗？你虽然受宠，但论及宫中权势，你怎么能及得了万贵妃？我只是良禽择木而栖，你别怪我。从那天以后，青姿就被关在了寝宫，每天都被七巧压着灌药。虽然她极力反抗，可还是喝下了不少。直到有一天，皇上来看她，却发现大门紧闭。皇上命小太监才打开门，就看到青姿浑身狼狈地跑了出来。青姿终于看到了救星，她赶紧将七巧和万贵妃联手要害死她腹中胎儿的事都一股脑地告诉了皇上，请皇上救救他们母子。可七巧又解释青姿是得了病，他们在劝青姿服药而已。都怪青姿平时把七巧当作心腹，现在又攀扯皇上最宠爱的万贵妃，所以皇上压根不信青姿的话，觉得她就是想要孩子想疯了才会这样的，让七巧几人好好照顾青姿。皇上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青姿彻底绝望了。好在几天之后，春华和韩香察觉到了不对劲，春华想办法让大太监支开了七巧他们，他这才溜进了青姿的寝宫。青姿看到是被他曾经百般刁难的春华，他哭着向春华道歉，也诉说了自己如今的处境。春华是个心善之人，况且青姿是他的好姐妹，他不会坐视不管的。为了能让青姿逃出这座牢笼，春华让他假装疯傻，日日夜夜在寝宫闹腾，然后由韩香在其中周旋，请太后将青姿以往只有老宫女住的无痕殿养病，远离了万贵妃的监视，青姿终于能安心养胎了。没过多久，在春华的帮助下，青姿生下皇子。不料就在春华准备将这个消息告诉太后的时候，万贞儿抢先得到消息，来到无痕殿欲将小皇子抱走。好在周太后及时赶来保住了青姿母子。周太后抱起孩子很是开心，从皇上登基以来，她的孩子接二连三的夭折，现在好不容易再次得子，不禁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口中直呼大明江山终于有后了。在场的人都很高兴，唯有万贞儿恶狠狠地看着还在襁褓中的小皇子。自从万贞儿的孩子夭折后，她便不允许后宫中的妃子生下孩子，没想到青姿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生下皇子，这不禁让她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然而青姿顺利生下孩子，这也让太后怀疑太医们是不是受人指使，才在她面前撒谎误诊。但太医们害怕万贞儿报复，坚决不承认。下官罪该万死，是下官等一时大意，未能看出贤妃身怀6甲，望太后恕罪，太后恕罪，太后恕罪。好啊，你们一时大意，差点害了我大明血脉，荒唐，荒谬！来人，拉下去，推出午门50斩首。
这时张太医出面替几名太医求情，他表示怀孕初期喜脉拔不出来是正常的现象，再加上当时贤妃心情起伏过大，也有可能被误诊，请求太后可以免他们一死。一旁的青姿见状也向太后求情，小皇子刚出生就杀生会折服，以孩子的名义让太后放过几位太医。而周太后一听小皇子便同意了，但死罪已免活罪难逃，让人将几位太医各打了100大板，并废除太医身份。紧接着周太后心中明白这一切都是万贞儿所为，但是现在她没有确实的证据，于是她将主意打到了青姿身上。她询问青姿是否有人从中作梗，想让青姿说出万贞儿，但青姿现在无凭无据，贸然说出来也不一定能扳倒万贞儿，所以她并没有说出来。这时皇上来了，只见他直接奔向了青姿，抱起了小皇子，很是高兴，这让万贞儿更加记恨青姿。此时的太后为了扳倒万贞儿，她特意当着皇上的面问起万贞儿为何在无恒殿。其实臣妾和太后一样，都是听到风声，知道贤妃在无恒殿产子，特意前来探望。太后不会因为这个也要责怪臣妾吧？万贵妃，哀家告诉你，人在做，天在看，哀家劝你好自为之。臣妾句句属实，太后大可放心。最终周太后害怕小皇子再遭万贞儿之手，便准备亲自照料小皇子。